大家好，我是 Liv。今天是伦敦旅行的第3天，一早我们就搭公车前往白金汉宫。这部影片要推荐大家8个在伦敦免费的超棒景点。如果有计划到伦敦旅行的，一定要记起来哦。第一个就是白金汉宫的卫兵交接仪式。白金汉宫入内参观是需要另外购票的，但如果只看卫兵交接仪式的话，是不需要另外买门票的。卫兵的交接时间通常在上午的11点开始，夏季每天都有仪式，其他月份是1、3、5举行。因为每天来参加的游客真的很多，如果想要再好一点的位置，可能要提早1个多小时就来排队。我们来的月份是4月底，气温很舒服。这几天在伦敦都是大晴天。警察会一直提醒大家要喝水，小心扒手。Thousands of us out here. Firstly, there are pickpockets in the area, so I can't see anyone beyond about the first 2 rows, okay? So you've got to help us out and keep eyes on your pocket. Ladies and gents, please look after your belongings today. It will be very busy. Pickpockets work round here, unfortunately. They know who to target. Rucksacks in front of you if you can. Phones, wallets, passports, money, husbands, children. 在白金汉宫一共有5个不同的军团，所以会看到身穿不同制服的英国陆军禁卫步兵。刚刚里面已经完成了交接仪式，现在旧的卫兵要离开了。如果是想要看里面的交接仪式，就要站在大门的旁边。一想到他们这个交接仪式几乎每天都要进行，就超级佩服。刚刚乐队还要演奏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例如迪士尼的系列，还有汤姆克鲁斯演的《捍卫战士》主题曲。这些大家很熟悉的音乐，让原本很生硬的交接仪式多了一点有趣的娱乐性质。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到伦敦，一定要早起参加，会是一个很棒的回忆和体验。心满意足地离开了白金汉宫，现在我们穿过公园去搭巴士。这里有很漂亮的躺椅，可以躺着晒太阳。Ja, 100%.
Auch man sieht auch noch so ein aber第二个要推荐的地方就是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是免费开放的，但建议要先上网预约，比较不用排队。它也是世界上第一座对大众开放的国立博物馆。因为大英博物馆的文物大多是在英国殖民时期取得，所以也有很多关于文物归还的争议，这里我们就先不讨论了。它和巴黎罗浮宫也不太一样，这里主要展出的是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现在看到的是古希腊帕德嫩神殿的精美雕塑。如果去希腊的帕德嫩神殿，会发现那边都是空空的，因为雕塑几乎都在这里。其实直到现在，希腊还是要求英国必须要归还这些雕塑。另外，古代亚述馆也不要错过，这些浮雕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看着这些大面积的浮雕，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到当时亚述帝国的强盛。很值得看的还有列石浮雕，这些浮雕不只是艺术作品，也具有政治的宣传意义。国王征服野兽，征服敌人，象征他能够战胜混乱，保护国家的秩序。这里很有意思的是，还有用动画呈现，能够更认识古代两河流域的艺术、政治与信仰。接着我们来到了古埃及馆，它是馆内最受欢迎的展区之一。这里是仅次于开罗博物馆，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埃及收藏的展区。在埃及馆最著名的展品之一就是罗塞塔石碑。这块石碑上刻有3种语言，是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关键。在这一层主要是巨型雕像与石材建筑的构建，真的是非常的震撼。而且还可以看到拉美西斯2世的雕像。现在我们中场休息一下，带大家来看看大英博物馆的餐厅。这里主要提供的也是轻食类的餐点。突然发现伦敦博物馆的餐点好像都是大同小异。走一走就突然看到了复活节岛的摩艾石像，完全没有防护的展出，还真的是蛮随性的。除了古文明，这里也展示了大量来自中国的珍贵藏品，也有韩国、日本等亚洲的文物。大英博物馆的古埃及展品分布在不同的楼层与展厅。我们现在来的这一层展出的是木乃伊、棺椁和陪葬品。展厅的主题是死亡与来世。透过这些展品，让我们可以深入地了解古埃及人对于死亡、灵魂与永生的信仰。对比上次我在东京看的埃及展，根本只是这里的1/1000而已。木乃伊的展品中包含了王公贵族，还有神职人员，甚至有动物，例如猫啊、老鹰，还有鳄鱼。整个展区不仅让人亲眼见证到法老文明的辉煌，也让人反思历史遗产的保存与归属问题。不过这种国际大事就轮不到我们烦恼啦。最后想推荐大家一个一定要拍照的地方。从楼上往下拍，可以拍到中央大厅很美的画面。在这里写了一排字：
现在我们用步行的方式去沿途的其他景点。在伦敦的西区有很多音乐剧可以看，票价据说从20英镑到100英镑都有。我们要从这里散步去科芬园。这几天感觉伦敦真的很适合散步，而且治安也算是蛮安全的。途中我们会经过中国城，这也是一个很棒的免费景点。楼与楼之间挂着大量的红灯笼，拍照非常的好看。其实每一次在国外看到中国城，就会有一种安心感。伦敦的景点都算蛮集中的，如果好好的安排，步行的方式都会到。第4个景点，我们来到了科芬园。科芬园以街头艺人、精品商店、美食餐厅与表演艺术闻名。可以在这里的苹果市集买到各种手作饰品、艺术品或者是纪念品。一旁的广场会有很多的街头表演，可以很轻松的在这里欣赏到各种精彩的演出。室内有各种商店、餐厅、咖啡厅可以吃可以逛。看得出这里的餐厅都是蛮有水准的。另外，如果跟我们一样逛累了，可以进来这一间茶店喝喝茶。这间是英国当地的品牌，茶叶的种类多到眼花缭乱，适合的茶品选项非常的多种。我们最后也买了一款茶和巧克力粉，这间的包装也很适合拿来送礼。Just like you do, feels so good, so good. When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I see your face, I'm becoming blind by your dazzling grace. What a beautiful feeling to be close to you. There's nothing else I wanna do. Ooh, and from the fields of flowers you chose. 今天是伦敦旅行的第4天，一样是美好的大晴天。这一次很幸运的没有碰到伦敦变化多端的天气。我们从饭店散步了15分钟，来到了自然史博物馆。第5个免费的景点就是这里，建议一样可以先上网预约入场的时间。自然史博物馆主要有4大区，从大门一进来就会被上方巨大的蓝鲸骨骼标本震撼到。它的名称是希望号，全长超过25公尺。标本来自于一只在1891年在爱尔兰海滩搁浅的雌性蓝鲸。旁边还有非洲象标本、长颈鹿标本。其实光是这一栋建筑本身就很值得慢慢欣赏了。在楼梯的上方可以看到进化论之父达尔文的雕像。这栋博物馆采用的是罗曼复兴式建筑风格，灵感来自于中世纪的欧洲教堂。乍看像一座大教堂，但其实是为了科学而建的殿堂。仔细看会发现天花板上还会有很多英国植物的图案，细节极多，真的是令人赞叹。这里根本就是哈利波特里的场景啊！接着我们来到了宝石展厅，在这里收藏了世界上一些最珍贵的宝石与矿物，例如眼前看到的这一颗蓝宝石重达9380克拉。
还可以看到各种不同颜色的钻石，随便一个都是价值连城。其实这一区还藏着第二只蓝鲸标本，这一只是完整的蓝鲸模型，但它不是真实的骨架。这只模型平放在地面上，可以从四周走近观看。如果有机会来的话，也可以找找看它在哪里。在这一条走廊有好多古代的化石标本，几乎都是已经灭绝的生物。这里只是各种鸟类的标本，每一只都栩栩如生。穿过绿色区，我们来到另一栋的空间。这里有一个必搭的穿越地心手扶梯，金属球体就像是破开的地壳，搭着它就能够穿过地球的外壳，进入地底的世界。这应该是我第一次搭手扶梯这么的兴奋。墙上还有9大行星的位置图。红区主要展示地球是如何形成、如何改变，又有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没想到这里还有体验地震的模拟器，它是重现1995年的神户大地震。在自然史博物馆也有很多的餐厅，比较有特色的就是这一间暴龙的主题餐厅。价位和外面的餐厅差不多。我特别看了一下热咖啡和冰咖啡的价格，一样是美式的咖啡，但是冰的就是比热的贵，这一点还真的是蛮不习惯的。最后我们来到了恐龙馆，恐龙馆比想象中的小了一点，整体的风格比较适合小朋友观赏。
第6个想推荐免费的景点就是骑兵卫队总部。前一天我们有进去里面的博物馆参观，那天来的时候刚好碰到活动，所以门口的骑兵不在。这里的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的4点都会有2名骑兵守卫，是可以亲眼看到真人与真马的经典时段。提醒大家一定要在规定的范围内拍照。这里每个小时都有换岗仪式，如果看不到白金汉宫的交接仪式的话，也可以来这里近距离感受一下。马匹都是真实军用的训练马，所以反应都很灵敏。查了一下，他们全身的装备将近20公斤，真的是太敬佩了。现在我们走10分钟去另外一个景点。这里是国家美术馆前方的特拉法加广场，我们已经预约好入场参观的时间。最后想分享的免费景点就是在伦敦的国家美术馆。目前馆藏超过2300幅的欧洲绘画作品，时期涵盖13至20世纪初，包括了众多横跨文艺复兴至印象派的重要艺术家，例如梵谷、莫内、达文西、提香、拉斐尔、伦布朗、鲁本斯。梵谷其中一幅的向日葵也在这里。没想到这些世界名画居然可以免费观赏。每个展厅的光线与色彩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提香的金色、莫内的蓝色、伦布朗的光影，让画作和空间结合在一起。参观的人潮虽然不少，但这里的空气依然安静。有人坐在画作前发呆，也有人站在画前仔细听着解说。在这里看到好多人在临摹画作。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伦布朗展区。伦布朗是荷兰黄金时代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已经审美疲劳了？最后推荐大家这里的纪念商品店，真的超级好逛。我觉得这里的商品甚至比荷兰的梵谷美术馆做的还好。而且他们出的商品不只好看，还很实用。唯一小抱怨的就是这里明明就开到晚上6点，但差不多5点半的时候就会一直广播赶人。所以其实我们逛得还蛮赶的，但因为欧洲人就是追求准时下班。
以上就是这一次想分享的伦敦免费景点。上一支影片有趣的 V&A 博物馆也是免费的哦。在特拉法加广场有很多的街头演出，大家逛完美术馆可以在外面享受美好的音乐表演。本来以为我们会这样完美的结束伦敦之旅，没想到突然碰到电影般的场景。一架救护直升机从天而降，瞬间的风把喷水池的水喷得到处都是。我们就这样子被封锁在旁边的阶梯，那个时候我真的以为是不是有恐怖攻击。最搞笑的是，也没有人说明发生了什么事，还以为是汤姆克鲁斯在拍电影。Woke up to the smell of a rose's dress. 结果终于在1个小时后解除封锁。看了新闻才知道，应该是附近发生了小型事故。在伦敦旅行的最后一天，可以碰到这样的场景，也是一个很难忘的回忆。We got nothing but time, 'cause